现在已经离开巴素了，准备翻越安久拉山。今天会到然乌镇住宿，然后去然乌湖玩一下。前面就係鹽烏鎮啦，已經離我哋40幾公里，就好快就到啦。马上到然乌了，这里。应该拐过这个弯就到然乌了。还是你那时候来的，山上有雪好看，我觉得。因为我个人是喜欢雪景多一点，多过于草原那些绿色。加西德了，加西德了！差唔多到鹽烏啦，而家呢條係明道嚟嘅，好容易山體滑坡，所以就修建咗呢啲明道，但係超級窄，路況亦都超級差。你睇下兩台貨車咧，回車基本上係好窄好窄，差啲就唔夠位啦，所以大家只能停住喺度等佢哋回車。呢條路真係幾難行啊！啲坑又亦都非常之多啊，真係。这个货车也是够厉害的，极限着贴着山壁过去的。到然乌镇了。镇里面的这个什么？这个广告牌上的这个然乌撒猎营地，还是很多小红书上推荐的，在这边露营呢，能看然乌湖的。那个是吧？但是很贵，对。这里你在路边有什么好露的？不是这个，是还要再往里走1公里。就是星空嘛，人家住在这个营地是看星空的。我们到了然乌了。这就是我们的酒店房间了。优点是呢，背后就是山景。虽然我个人觉得这个山景一般啊，因为它没有雪，我个人还是更偏向雪山的。但是缺点也是在路边，所以会稍微有点吵。但是房间呢有供氧，还是建议大家住在镇上，条件会比较好一点。虽然离景区略远，但是比村里面的住宿环境好。尤其是会高反的朋友，还是尽量找有供氧的酒店会比较好。然乌这里的海拔有3850，其实稍微动一动还是有点喘的。虽然说是略远呢，其实就是1公里多。等一下我们去逛一下。在去然乌中湖的路上，看到路边的瀑布。其实一路过来，这个乡村景色还是不错的，我觉得比然乌中湖好看。刚刚中湖看上去水好浑浊呀。哦哟，这个然乌这个水好浑浊呀，蛮失望的。这然乌的水好浑浊呀。之前就看到有人说要在雨季前，就是11月到4月来，湖水是清的。然后雨季的话，泥石流会冲入到湖里，所以水就浑浊了。呢度就係鹽烏湖嘅中湖啊，不過由於係季節嘅關係啊，呢度嘅湖水超級黃啦，而且因為係夏天嘅關係啦，啲山又冇雪，風景係大打折扣嘅，唔怪得鹽烏咧咁多年都紅唔到啦。到咗湖金前啊！啲水真係一如既往嘅渾濁啊！佢個風貌遠遠不及我第一次嚟嘅時候啊！我第一次嚟嘅時候係5月中旬啊，嗰陣時水雖然少咗，但係至少水嘅顏色係好正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然乌中湖了。怎么说呢？今天特地选了一条漂亮又飘逸的裙子，想着来湖边拍照的，结果到来发现跟湖水撞色了，就是你能懂吗？我的裙子是土黄色的，湖水也是土黄色的。还好然乌中湖这里不收门票，如果他收门票，真的是我想报警的程度了。
就是因为天气原因，所以它湖水非常浑浊。然后推荐来玩的朋友们，还是把来古冰川当成重头戏吧，然后然乌湖略过就可以了啊，随便玩一下，拍个照就行了。然后来然乌湖的好季节其实就是11月到4月份，然后这个时候来可以顺便，如果能凑得上林芝桃花节的话，可以顺便一起连冰川、萨普这一圈都玩一下会比较好。然后夏天这个季节来，真是水是肉眼可见的浑浊，就跟黄河差不多的那种浑浊吧。哇！好大風啊！啲風吹到。本來想喺鹽烏景區度逛下嘅，但係外邊咧就突然間狂風驟雨啊，所以我哋揾咗間藏餐廳食下晚飯好過啦。呢個吧台呢，就係典型嘅藏式吧台啊！呢間藏餐廳呢，喺當地都算係比較有名氣啦，好多遊客都會過嚟佢呢度啊！你喺鹽烏搜藏餐廳評分最高呢，就係佢呢間啦。這個就是藏式的甜茶，這一小壺只要10幾塊，很划算。我是觉得，因为我们内地人不是很能吃得惯酥油的味道，所以还是推荐藏的话，先喝甜茶比较好。而且甜茶它有甜度嘛，然后也比较能缓解高反。然后酥油茶是会带一点点咸味的，但是它酥油味很重，所以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喜欢的。但是甜茶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能适应的，就比较推荐喝甜茶。没错，酥油茶是咸的啊，先说明。到了芒哈就是成都的地盘了。对。嗯，其实甘孜那边是不是康巴藏族比较多一点？就是。然后这边是安多藏族多一点。不是，这边不是安多藏族，那边北边。北边是安多藏族。青海。青海省就是甘肃省的地方。南巴瓦峰应该也是不是天天都看得到的。它很多时候的云。南迦巴瓦峰有点难看到。难看到。一个是梅里雪山，从这里上来，一个是梅里雪山，再上去那就是南迦巴瓦峰，对，再到阿里去那就是冈仁波齐，跟老板拍张照是吧？老板看起来也算比较年轻的。老板还要跟我们送哈达。到最里面，等一会儿啊，马上来。好，接个照。群，那么高兴的，那么洋气的啊！哎呦，好，谢谢老板。主要是对饭呀，这个结账了。先买单呢。要么你说图啊，今天的见面呢，我对提出了，我把它了，摆来了，我了。行。来，开始了，好，谢谢，祝你们西藏旅游快乐，我们成功，谢谢，祝您顺顺利利的回到家乡，家乡亲人安泰永远和和美美，祝你们西藏玩的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的啊！谢谢，好，拜拜。从这个藏餐厅吃饱喝饱出来了，吃的超满足。然后完了，老板我们吃饭全过程老板都在聊天，很健谈的一个老人家。然后走的时候还献上了哈达，感觉很不错，很喜欢，耶！宝子们、家人们、老铁们，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，一键3连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耶！